第1073章疗伤。山涧之旁，粘稠的鲜血洒满周围的乱石，浓郁的血腥味不断地散发而出，一具具冰凉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乱石之旁。这里的一切都是显得寂然无声，唯有着那难以消散的血腥味久久残留，显示着先前此地所发生的惨烈大战。这般寂静持续了许久，方才突然被天际之边传来的一道道破风声打破。片刻后，众多白影从远处飞掠而来，而当他们见到地面上那些尸体之后，脸色皆是猛地一变。一道苍老身影缓缓地落在一块巨石上，看其模样，正是守在那洛神口处的那名冰河谷老者。这位冰河谷的老者落下身来，脸色震惊地望着那满地尸体，旋即身形一动，出现在一块巨石后，眼睛难以置信地盯着面前的三具老者身体，半晌后深吸了一口凉气。冰贤长老，一名脸色同样是有些苍白的冰河谷弟子落在老者身旁，咽了一口唾沫，低声道：前往洛神涧搜寻恶难独女的冰河谷精锐的所有尸体都在这里，包括冰符3位长老。被称为冰贤的长老闻言，眼睛不由得微微闭上，再度睁开时已是满眼森然。将所有人的尸体都搬回去，我要立刻回冰河谷。话音一落，冰贤转身便走，脸色显得异常的阴森。那名冰河谷弟子默默地点了点头，看了一眼面前那3具苍老的身体，心头不由得泛起一阵寒意。这可是3名斗宗强者啊，谁居然能有这等恐怖实力，将他们尽数击杀？不过他虽然不知道凶手确切是何人，但也是能够知道，今后的日子这丹域恐怕不会再平静了。以冰河谷的实力，绝对不会坐视3名长老被杀而毫无动作。在这些冰河谷弟子收拾残局时，那远离此处的洛神涧深处，一个隐秘的山洞之中，萧炎轻轻地将小医仙放下，从纳戒中取出一些月光石，弹射在山洞内壁，柔和的光芒顿时洒下，将山洞内的阴暗尽数驱逐。辛兰站在小医仙身边，见到他那苍白的脸色，连忙从纳戒中取出一些柔软皮毛，然后铺放在地上，轻声道：小医仙姐姐，先休息一些吧。小医仙冲着他微笑着点了点头，在那柔软皮毛上坐下，抬起美目，望着一旁的萧炎，似是想起了什么，突然道：1年不到的时间，你居然也是突破到斗宗了，那你体内的魔毒斑可解决了？闻言，萧炎不由得无奈一笑，道：现在可还不是管那魔毒斑的时候，还是先管管你自己的身体吧。小医仙玉手托着香腮，弯弯的睫毛眨了眨，因为虚弱声音显得很是轻柔：我还好啊，休养一段时间就没事了。对于他的性子，萧炎却是极为的了解，当下也直接无视他的这话，蹲下身来，一把抓住小医仙雪白柔仪，一缕灵魂力量小心翼翼地传进其体内，在细细地探寻了一番后，方才缓缓收回。而随着灵魂力量的收回，萧炎有些难看，此刻小医仙体内情况极糟，不少地方都是有着不小的伤势，而且最令得萧炎心头阴沉的是那所谓的冰尊镜，他居然未能察觉到在何处，但隐隐间那潜藏在小医仙体内的冰尊镜又是在不断地散发着冰冷温度，逐渐地想要将小医仙体内的血液经脉给凝固。辛兰，你知道冰河谷那冰尊镜吗？萧炎偏过头望向辛兰，问道。闻言，辛兰沉吟了一会，道：据我所知，这冰尊镜乃是冰河谷独有禁器，而且唯有斗宗强者方才能够修炼出细小的一丝，但这种冰尊镜若是与人交战时侵入对方体内，那却是将会变得极为的棘手，所以不少强者与冰河谷的人交手时都是会极度谨防他们的冰尊镜，但至于那驱逐之法，我也不太清楚。萧炎眉头微皱，望着小医仙那苍白的脸色，不由得有些心痛，手掌轻轻抚过后者那一头雪白长发。这冰尊镜必须尽早驱逐，不然的话，小医仙的伤势也永远不会痊愈。这冰尊镜的确诡异，但也并非是如那冰符所说，必须由冰河谷谷主出手方才能够驱逐。再度将灵魂力量侵入小医仙体内，萧炎再次感受了一下那冰尊镜的特性，眼眸徐徐睁开，皱眉陷入了沉思。如此将近半个小时后，
紧皱的眉头方才略微舒展而开，手掌一挥，一个木盆便是出现在山洞中，屈指一弹，那戒中准备的一些淡水也是一流而出，将木盆尽数灌满。做完这些，萧炎手掌一握，一团碧绿火焰涌出，屈指连弹，一株株药材从那戒中掠出，然后窜进火焰，在迅速蒸发间化为一些赤红色的粉末以及液体。将这些粉末以及液体尽数洒进木盆中，那其中的清水顿时变换成赤红之色，而且在那水面上甚至还有着水泡翻腾而起，犹如沸腾一般。伴随着这些众多粉末液体的洒进，木盆之内的清水之内顿时充斥了炽热的火属性能量。这些火属性能量浓郁，但奇异的是却是显得格外的温和。新兰，将小医仙衣衫去了，扶她进入盆中吧。待得最后一种药材被投入盆中，萧炎却是突然转过身来，淡淡的道。闻言，新兰与小医仙皆是一怔，后者那本来苍白的脸颊顿时涌上一抹动人的绯红。新兰目光与小医仙交织了一下，然后她方才莲步轻移，行至小医仙身旁，在后者绯红如桃花般的脸颊下，轻轻地将其衣衫褪下。随着衣衫褪下，只见得那具完美如白玉般的光洁娇躯，便是这般暴露在了冰凉的空气之下。扑通，听得那细微的入水声，萧炎也是轻松了一口气，转过身便是见到小医仙正蜷缩在木盆之中，只将那小脑袋给露出水面，俏眉脸颊上尽是动人羞红。吸收里面的能量，然后运转全身每一处，可能会有些痛，但忍忍就好。萧炎轻声道，然后十指连弹，10缕碧绿火焰突然射出，然后如碧绿水蛇般嗤的一声便是窜进了木盆之内。咕噜咕噜，随着琉璃莲心火窜进木盆，顿时那水面就犹如沸腾了一般，不断的冒起无数的水泡，而身处其中的小医仙喉咙处也是传出一道低低闷哼，那种滚烫的感觉让得他如触火海般。虽然会有些痛，但一火会令的药力更完美的渗透进你体内，同时也会抑制那冰尊境的扩散。见到黛眉紧皱的小医仙，萧炎连忙道。小医仙贝齿紧咬着红唇，微微点了点头，双手在水面之下结出修炼印结，然后忍着那种滚烫之感，迅速地吸收木盆之内那浓郁的火性药力。木盆之内的水面在小医仙的吸收下逐渐地出现一个水旋，一缕缕赤红色的能量以肉眼可见般的速度不断地对着小医仙体内涌去。而伴随着这越来越多的赤红色能量涌入小医仙体内，他那苍白的脸色居然也是逐渐地变得红润。而奇异的是，在其鼻尖一边出来的是一股冰寒至极的寒气，而另外一边则是淡淡的红色炽热气息，看上去分外奇异。真的有效果。一旁的新兰见到这一幕，顿时惊喜的道。萧炎心中也是轻松了一口气，还好小医仙体内的那种冰尊境并不多，不然的话，即便他有办法，没有个10天半个月，怕也是无法将之清除。新兰，你对丹玉比较了解，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见到小医仙体内的冰尊境逐渐被驱逐，萧炎转过头望向新兰，沉声道。萧炎大哥尽管说便是。你出洛神剑，帮我将这些药材收集齐全。萧炎从那戒中取出一张白纸，其上写满了一些药材名字，这些都是为天火尊者炼制躯体所需要的材料。如今他杀了那么多冰河谷的人，想必与他们是结下了死仇，所以萧炎必须有所准备。接过白纸，新兰看了一番，不由得有些咂舌。这上面的那些药材，有些连他都是未曾听说过，但他依旧是点了点头，道：萧炎大哥请放心，若真是凑不齐的话，我便回家族为你拿。萧炎默默点头，屈指一弹，地妖魁闪现而出，这一路他会保护你，不过在出洛神剑前，你最好在他身上套一些衣衫，免得惹人注意。新兰郑重一点头，他能够猜到此事对萧炎的重要性，当下也不多留，将白纸小心翼翼地收入那戒，然后便是快步行出山洞，其后地妖魁紧随而上。望着新兰消失在洞口的身影，萧炎也是收回目光，投向木盆中的小医仙，眼中有着寒芒闪动。冰河谷，这事可不会如此轻易地完了。